这里是广东阳江的海陵岛，也是中国10大最美海岛之一。这是岛上的北落秘境悬崖泳池，这里的沙滩很美，更有一座漂亮的酒店。走一走这里的悬崖栈道，才真正体会到了海陵岛的美。这是海陵岛早上大角湾的日出。今天准备去海陵岛上的北落秘境。吃过早饭，先来到了马尾岛散步。非常喜欢这里的风景，像是东南亚亦或是非洲的某个小岛。早上这里比较安静，马尾岛是海陵岛上看日落比较合适的地方，但是早上来因为是正光也很漂亮。如果是常住岛上，早上来这里锻炼身体真的很舒服。尤其是喜欢这个位置的风景，拍照片特别的美。在岛上也遇到一些来这里过候鸟生活的北方老人，他们觉得这里的沙滩和水质特别的好。有位在这里生活了几个月的老人说，这里比三亚要好，而且这里的物价特别的便宜。现在我们去往这里的北落秘境。北落秘境在海陵岛的西部，这里有新开发的一些楼盘，更有几座漂亮的酒店。海陵岛的住宿是非常便宜的，像这里的豪华酒店，加上早餐、晚上的自助餐，还有这里的门票，一共600多，非常适合一家人来这里玩。看看酒店的房间，窗外就是非常美的海滩。这里楼顶还有非常漂亮的一个无边泳池，在这里拍照也是非常漂亮的。到这里的专属海滩走一走，这算是酒店的海滩，对外也是收费的。不过这里除了海滩，还有很多其他漂亮的风景，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。带大家逛一逛这个北落秘境的绝美风景。这里的沙滩有点逆光，总的来说，海陵岛的沙滩都是非常细腻的。1月份的海水温度有点凉，所以基本看不到下海游泳的人。这边沙滩上的景观还是非常美的，可以跟三亚相比美。看看今天的蓝天白云。在北落秘境，
还有一个悬崖泳池和悬崖栈道，从这里开始上山。这座山的另一面其实就是马尾岛，但是道路不通。现在来到了半山腰上，高处的景观很漂亮，这里还有一些比较漂亮的拍照的地方。现在来到了山顶，北落秘境也算是一个景区，是收门票的。前面就是悬崖泳池。这里的自然风光非常优美，地理位置也非常的独特。看下面这个悬崖泳池，今天的天气太好了，现在来到了泳池边上，不过现在的水温只有20度。泳池的水和大海的水融为一体。这个泳池就建在悬崖之上，下面的海浪拍打着礁石，这就是悬崖泳池。如果夏天来这里游泳可能更舒服，但如果现在淡季来这里，景色也是非常美的，而且住这样的酒店还是非常划算的。在这里很多角度拍照都非常美。还真有美女穿着泳装拍照。我个人感觉这个北落秘境酒店比大角湾那边的要好太多了，这里才真正有这种轻奢度假的感觉。感觉来了北落秘境，才真正体会了海陵岛的美。现在往下走悬崖栈道，这个悬崖栈道有一段是非常陡的，
个人尤其喜欢这样的景色。这边的海水颜色比大角湾也好一些，这里的海浪其实有点大。这儿的风景真的特别美，感觉突然喜欢上了海陵岛。可惜这次时间太短了，不能够多待几天。终于从悬崖栈道走回了海滩。今天的天气确实非常好，蓝天白云。晚霞逐渐映红了天边，我想有机会还会再来一次海陵岛吧。在海陵岛食宿都是非常便宜的，这里的海鲜餐厅也非常多。来这里旅游旅居的人很多都是自己买海鲜回去做，我们直接在餐厅点了个海鲜套餐，一共90多块钱，有虾、蟹、扇贝、鱿鱼饼等等，足够了。匆匆结束了海陵岛的旅游，下一站准备去东北雪乡。今天来到了广东阳江的海陵岛。海陵岛曾被评为中国最美的10大岛屿之一。这次利用1、2天短暂的时间到这里打个卡，感受一下这座中国的10大最美岛屿之一。从珠海直接坐高铁来到了阳江，不到3个小时，下了火车直接来到了海陵岛。海陵岛的住宿很便宜，像我住的这个高层酒店公寓，就在最好的海边位置，看着也富丽堂皇的，但是价格只有100块钱左右。这还是个观景房，如果不是海景房，价格只有几十块钱。这个海滩叫大角湾。休息了一下，晚上出来吃饭，旁边就是小吃街。海陵岛上的物价是很便宜的，这是一家老字号的网红小吃店，吃个小吃。这是本地人开的小店，环境一般，但是客人不少。当地特色的大馄饨，味道还不错。这里的糖水也比较有名，都尝一尝。晚上回酒店休息，海滨上还有人放花。早晨6点半出来打车看日出，这个日出点在半山观海平台。
海面上有些雾气，可能因为是冬天吧，天气都不算特别透亮，以为看不到日出了，突然间太阳出来了。下面看到的是十里银滩。虽然看到了日出，但是没有想象的那么惊艳。不过已经算很幸运了，今天毕竟看到了日出。看完日出，沿着滨海路向十里银滩走去。这里是十里银滩的1号海滩，不过这块海滩被铁丝围起来收费，一次28元，感觉景色实在是一般，没有花钱进去。这是路边南海1号的仿制木船，旁边就是南海1号博物馆，门票70。因为在海南博物馆刚看过同样的沉船，就没有进去。现在回酒店附近吃早餐，这里打车用手机软件很方便。这里算是岛上的中心，闸坡镇。这是昨晚经过的美食街，在这里吃个早餐。同样的猪肝粥，觉得比澳门的味道差一些。这个猪肠鹿很好吃。中午休息后，来到了酒店下面的景区。这个景区叫大角湾，还是一个5A 景区，就是一个海滨公园。不过明显感觉这里比上午经过的十里银滩要漂亮很多。海滩上五颜六色的装饰品。现在游客真的很少，沿着海滩走一走。这个高楼就是住的酒店，才107元，海景房。不过这里的沙子真的非常细，但是海水的颜色却没有那么蓝。海滩上有一片椰林，拍照不错。这个大角湾公园也是收费的，30元。也可能是因为收费，所以沙滩上没有人。前面是个免费的公共海滩，其实是同一片海滩，被个绳子拦着，有工作人员在这里查票。对面其实也是个公园和浴场，可能设施少一点吧，因为过去就回不来了，所以没有走过去。大角湾是个比较干净的海滨公园，但能评上5A 有点奇怪。游览完5A 景区大角湾公园，现在来到了海陵岛西边的马尾岛。这里目前是不收费的，但我感觉景色比大角湾漂亮多了。和几个陌生的伙伴拼了一艘船，出海转一圈。我这腿脚还得需要别人帮忙才能上船，实在是太可笑了。同船的伙伴非常友善，船老大开船带我们在海上转一圈。
一般这个季节都是几个人包船，我们虽然是陌生的伙伴，临时拼一辆船，不过真的很划算，一个人才20块钱。快艇开得飞快，还尝试着在船上自拍了一下。远处都是密密麻麻的渔船，山上还有很多风车。出海玩了大概20多分钟吧，回到了岸边。这次有工作人员安装了梯子，也算体验了一下出海。现在开始游览马尾岛，这实际上是个半岛，山上有些小路，曲径通幽。因为岸边有很多巨大的礁石，加上潮涨潮落，所以可以通过山上的小路走向下一个海滩。感觉这里的风景真的很漂亮。一般这里上午退潮，傍晚时分开始涨潮。退潮时这里有大片的滩涂，甚至可以走向海中的小岛。这个小岛在退潮的时候就可以走过去。马尾岛是海陵岛上看日落最美的地方，所以会在这里一直等到日落。看，这边上的海水很浅，都可以趟过去。海陵岛现在的气温是20度左右，非常舒服。有不少游客在这里拍照。现在太阳慢慢就要落山了，沿着海滩找一找拍照比较漂亮的地方。相比早晨的日出，这里的日落要漂亮很多。海陵岛隶属于广东的阳江，因为这里气候不错，环境又美，所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这里做候鸟的生活。相信海陵岛的知名度会越来越高，也会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。我这次来海陵岛完全是突发奇想，本来想去珠海旁边的外伶仃岛，但是别人说海陵岛更美，就直接过来了。其实今天算运气不错的，日出日落都看到了。这次在海陵岛又遇到了以前在新疆一起旅游的广州的一个粉丝朋友，叫翠翠。感觉他现在的拍摄水平也是突飞猛进，看把我拍得多潇洒。海上的落日又圆又美。马尾岛这边可玩的景色还挺多的，所以可以多玩一段时间，不一定非要等到日落才过来。太阳就要沉入地平线了，天空也没有那么红了。
今天出镜很多次，都是翠翠一直在不停地拍摄。这个角度看上去真的太美了。海陵岛的面积其实很大，这次只住2晚，其实是玩不了多少地方的，所以这次只是来打个卡，感受一下。明天准备去这里的一个秘境之地，名字叫做北落秘境。这位就是这次临时结伴的广州朋友翠翠，也谢谢她为我今天拍了很多的镜头。